1970年代是求学的时代，虽然已住进政府组屋，很多地区还未发展，处于乡村地带。在大巴窑的组屋区已发展的七七八八，只剩8项还未开发，是乡野地狱。记得小学后门不远处便是那陌生地区，曾有几次跑进那玩，但没有太过深入，因害怕会迷失方向。在那个年代，许多乡村都陆续被赶，接获通知搬离，外婆当时也需撤离，因一时难以找到住所，便在我们家凑热闹。儿时的心情有说不出的高兴。虽说70年代没乐趣，儿童也有许多游戏。读书的时候会认识很多同学，一到放诗的休息时间，咱们在食堂吃完以后都会玩在一块儿，如独角抓人、兵抓贼、猴子追球、踢毽子、打乒乓、打排球、踢足球、下象棋等。当放学做完功课后，还有左邻右舍的朋友，组屋走廊楼梯口也可以玩自创游戏，像0点橡皮圈跳绳、画地板跳格子、挥国旗橡皮擦、咕滴咕滴推小彩树，甚至踢球、抓迷藏等，都可以玩得不亦乐乎。当时的电视刚刚普及，但不是家家都有。人人爱看的节目有花月良宵综艺歌舞，其中会夹杂谐剧。当玩沙野风出现时，大家更会靠向电视机。后来来了连续剧，苏建恩投入陆小凤，曾轰动一时，是当时入睡前不能没有的娱乐。记得有一次电视机坏了，要走到不远的联络所，那有公共电视机供民众一起观赏。70年代的景观和现代大相径庭，没有地铁，没有太多的摩天大楼，新加坡河只有污水和运载货物的驳船，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新旧景色并存，新柔长堤窄小茫茫，圣淘沙需坐渡轮。早年的一些街市能见到一些小贩，其中有豆花与豆花水。不过当病牛来巡街时，他们便10万火急逃离。在这10年的光阴，是起步建设的时代，国家发展很是迅速，每隔几个月郊区就认不得路了，市区建筑也换了新貌，为接下来的岁月奠定了基础，也为接下来的年代拓展了腾飞的翅膀。成长岁月是昨日，转眼乡野换城市。回望求学忆犹存，今后鹏程再展翅。